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思想轨迹的经典之作《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本书的作者是20世纪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她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困境与突破。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最初是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2场演讲稿后整理成书。书中，伍尔夫以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2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女性在追求独立与创作自由时所面临的物质与精神障碍。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以其意识流写作手法和女性主义思想闻名于世。她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在社会文化层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变革。那么，这本书为何如此重要？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什么启示呢？伍尔夫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不仅关乎女性写作，更关乎每一个追求自我实现与内心自由的人。他告诉我们，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2大支柱。在开始深入探讨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被告知，你必须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才能真正实现你的梦想，你会怎么做？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物理空间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心灵自由与自我认同的深刻命题。让我们通过一个名人事迹来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著名女作家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原名玛丽·安·埃文斯 （Marian Evans） 在19世纪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因为他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作家很难获得与男性同等的认可和尊重。艾略特的故事正是伍尔夫在书中所探讨问题的真实写照。1. 独立的经济基础，金钱的力量。伍尔夫在书中反复强调，金钱是女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他指出，女性之所以在历史上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缺乏经济独立。伍尔夫认为，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前提，没有经济基础，女性就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在书中写道，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这里的金钱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更是指经济独立和自主权。那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呢？伍尔夫的建议是，女性应该努力争取受教育的机会，找到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并学会理财和投资。他鼓励女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婚姻或男性身上，而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伍尔夫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玛丽·卡麦克尔 （Mary Carmichael） 的虚构女作家。通过这个角色，伍尔夫展示了女性在追求经济独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玛丽·卡麦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经济独立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富足，更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2. 独立的精神空间，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除了金钱，伍尔夫还强调了精神空间的重要性。他认为，女性需要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才能真正进行创作和思考。伍尔夫指出，精神空间是创造力的源泉，没有一个安静、独立的思考空间，女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他在书中写道，一间自己的房间意味着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的思考和创作。那么，如何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精神空间呢？伍尔夫的建议是，女性应该学会独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在这个空间里，她们可以自由的思考、写作、阅读和创作。伍尔夫在书中描述了他自己在伦敦租下的一间小房间，这个房间成为了他心灵的避风港和创作的源泉。他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并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女人要想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3. 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女性写作的困境与突破。伍尔夫在书中还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面临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偏见。他指出，女性作家常常被低估和忽视，因为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创造力和智慧。伍尔夫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女性创作自由的最大障碍。他在书中写道，伟大的创作力与性别无关，只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有关。他呼吁社会打破对女性的偏见，给予女性平等的机会和尊重。如何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呢？伍尔夫的建议是，女性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不要被传统的性别角色所束缚。他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争取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伍尔夫在书中提到了许多被历史忽视的女性作家，如简·奥斯汀 （Jane Austen）、勃朗特姐妹 （The Brontë Sisters） 等。他通过这些例子，展示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潜力和成就，
并呼吁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伟大的创作力与性别无关，只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有关。自我认同与内心自由，找到真正的自我。伍尔夫在书中还探讨了自我认同和内心自由的重要性。他认为，女性只有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伍尔夫指出，自我认同是内心自由的基础。他在书中写道，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才能真正的生活。他鼓励女性通过自我反思和内心探索，找到自己的兴趣、目标和价值观，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如何找到真正的自我呢？伍尔夫的建议是，女性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要被外界的期望和压力所左右。他鼓励女性勇敢地做自己，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并通过不断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伍尔夫在书中讲述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探索过程。他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内心探索，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人生目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我认同和内心自由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一个人只有了解自己，才能真正的生活。创造力的源泉，女性与文学的独特视角。伍尔夫在书中还探讨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视角和创造力。他认为，女性作家由于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方式，往往能够提供不同于男性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洞察。伍尔夫指出，女性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赋予她们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在书中写道，女性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他鼓励女性作家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创作和表达。如何利用女性独特的视角进行创作呢？伍尔夫的建议是，女性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感受，不要被传统的文学规范和标准所束缚。他鼓励女性作家打破常规，探索新的创作形式和风格，并通过不断的创新和突破，实现自我表达和艺术追求。伍尔夫在书中提到了许多具有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女性作家，如艾米丽·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 等。他通过这些例子展示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魅力和成就，并呼吁社会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女性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通过对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女性在追求独立与创作自由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更为我们指明了实现自我价值和内心自由的方向。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提醒我们，金钱和独立的精神空间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两大支柱。同时，它也鼓励我们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勇敢地表达自我，追求真正的自我认同和内心自由。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精神空间，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身处何地，这本书都会给你带来深刻的启示和无穷的力量。让我们一起阅读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将其中的智慧和勇气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创作中。相信我，当你为自己打开那扇房间的门时，你将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记住，伟大的创作力与性别无关，只与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有关。让我们一起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